人生低谷不过是一场必经的洗礼，你感受到的痛苦、迷茫、绝望，不过是你对这个世界认知不足的表现。真正的强者永远不会被外界的评判所束缚，而是在每一次跌倒中重新审视自己，找到真正的立足之处。所谓的低谷期本质上是一种错觉，你之所以认为自己处于低谷，是因为你把自己的价值与外界的评判系统绑定在了一起。财富、地位、名声，这些外在的东西从来就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。真正的价值来源于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洞察。当你失去了这些外在的东西，你会发现自己变得前所未有的清醒。你开始质疑过去的选择，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。这种思考恰恰是你走向真正成功的开始。人们常常误解低谷期，认为它是一种惩罚，一种不幸。事实恰恰相反，低谷期是一种礼物，一种让你重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机会。在顺境中，人往往被表象蒙蔽，看不清事物的本质。只有在逆境中，当所有的光环都被剥去，你才能看清最真实的自己和这个世界。低谷期给了你一个暂停的机会，让你能够跳出日常生活的轨迹，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审视自己的人生。这种审视是大多数人一生都无法获得的宝贵经历，因为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忙碌中度过，从未真正思考过自己为什么而活，为什么而奋斗。在低谷期，你会发现那些你一直以为重要的东西，其实并不那么重要。金钱、地位、名誉，这些外在的东西都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失去的。唯一不会失去的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，是你在逆境中培养出来的坚韧品格。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，是任何外力都无法剥夺的。现代社会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印象，仿佛成功就等同于财富的积累，社会地位的提升。这种观念是极其危险的，它让人变成了欲望的奴隶，永远在追逐下一个目标，却忘记了生活的本质。真正的成功是在你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时候。当你不再被外界的评判所影响，当你能够在任何环境下保持内心的平静，这才是真正的成功。社会给我们设定了一个又一个的目标，高考、学位、工作、房子、车子，孩子的教育，仿佛只有完成了这些目标，我们才能被称为成功。但是当你真正达到了这些目标，你会发现内心依然空虚，因为这些外在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你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。真正的成功应该是一种内在的状态，它不依赖于外界的认可，不依赖于物质的积累。真正的成功是当你面对生活中的任何挑战时，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从容。它是一种智慧，一种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。很多人在追求所谓的成功时，实际上是在追逐他人的影子。他们被社会的价值观所左右，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他们可能拥有了很多，但内心却始终感到不满足。这种不满足正是源于他们追求的并非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。在低谷期，你有机会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成功不是与他人比较，而是与自己比较。它不是关于得到什么，而是关于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当你能够成为一个内心强大、不被外界影响的人，那才是真正的成功。重新定义自我。低谷期给了你一个重新定义自我的机会。当你失去了外在的光环，你才能真正面对最真实的自己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一直以为重要的东西，其实不过是虚幻的泡沫。真正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，如何理解人性的复杂。当你开始思考这些问题，你就已经站在了大多数人的前面。因为大多数人一生都在追逐他们以为重要的东西，却从未停下来思考过为什么。重新定义自我
首先要摒弃社会给你贴的标签。你不是你的工作，不是你的财富，不是你的社会地位，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，随时可能失去。你的本质是你的思想，你的价值观，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。在重新定义自我的过程中，你需要问自己一些深刻的问题：我真正热爱的是什么？我的价值观是什么？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这些问题可能会让你感到不适，因为它们迫使你面对真实的自己。但只有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，你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。重新定义自我，也意味着你要打破过去的思维模式。你可能会发现，很多你一直坚持的观点，其实是来自于他人的影响，而不是你自己的思考。在低谷期，你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些观点，抛弃那些不属于你的思想，建立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价值体系。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你感到孤独，因为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想法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。但请记住，真正的自我往往是独特的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只有当你敢于与众不同，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你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。认知的升级。低谷期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强制你升级你的认知。当你的认知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，你就会感到痛苦。这种痛苦实际上是你成长的动力。每一次认知的升级都会让你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困扰你的问题，在新的认知框架下变得如此简单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逆境中崛起，而有些人却永远停滞不前。认知升级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，因为它意味着你要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，接受新的观点。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。大多数人宁愿固守自己熟悉的思维方式，也不愿意接受新的观点。因为接受新的观点意味着要承认过去的自己是错的。但正是这种痛苦的过程，才能让你真正成长。每一次认知的升级都会让你对这个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让你困惑的问题，在新的认知框架下变得如此简单。认知升级的关键在于持续学习和思考。你需要不断接触新的知识、新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要学会独立思考。不要盲目接受任何观点，包括权威的观点。你要学会质疑，学会思考每个观点背后的逻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可能会感到困惑和不安，因为你会发现，很多你曾经坚信的真理，其实只是一种观点。但正是这种困惑和不安，才能推动你不断前进。只有当你敢于质疑，敢于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，你才能真正实现认知的升级。认知升级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，它需要时间和耐心。你可能会经历多次失败和挫折，但每一次失败都是你成长的机会。只要你保持开放的心态，不断学习和思考，你的认知就会不断升级。寻找真正的价值。在低谷期，你需要做的不是急于摆脱现状，而是静下心来，思考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是那些能够帮助你理解这个世界的知识，是那些能够让你在任何环境下都保持内心平静的智慧。当你开始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外界的评判变得越来越不重要，因为你已经找到了内心的力量源泉，不再需要外界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什么，而在于你是谁。它不是外在的物质积累，而是内在的精神财富。这种财富来源于你对世界的理解，对人性的洞察，
以及你在面对困难时所表现出的品格。在寻找真正价值的过程中，你需要重新审视你的生活。那些你一直以为重要的东西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那些你一直在追求的目标，真的是你内心渴望的吗？只有当你诚实地面对这些问题，你才能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往往是那些能够帮助你成长的东西。它可能是一本能够改变你思维方式的书，可能是一次让你对生命有新认识的经历，也可能是一个能够给你智慧启发的人。这些东西虽然可能不会立即带来物质上的回报，但它们能够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在寻找真正价值的过程中，你可能会发现，很多你过去认为重要的东西，其实并不那么重要。金钱、地位、名誉，这些外在的东西虽然能带来短暂的满足，但它们无法带来持久的幸福。真正能带来持久幸福的，是你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当你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时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。你不再需要通过外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因为你已经找到了内心的力量源泉。你不再被外界的评判所影响，因为你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标准。这种内心的力量是任何外在的成功都无法比拟的。它能让你在任何环境下都保持平静和从容，能让你面对任何挑战都不失信心。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。重塑人际关系。低谷期会让你失去很多所谓的朋友，但这恰恰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它帮你筛选出了那些真正值得交往的人。那些只在你成功时出现的人，本就不值得你花时间去维系关系。真正的朋友，是那些能够在你最低谷的时候，仍然愿意倾听你、支持你的人。这样的关系，才是值得你珍惜的。在重塑人际关系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，质量远比数量重要。人际关系是很多人在低谷期最为困扰的问题。你可能会发现，那些曾经称兄道弟的朋友，在你遇到困难时突然消失了。那些曾经对你毕恭毕敬的人，现在对你视而不见。这种经历虽然痛苦，但它帮你看清了人性的真实。人性本就是复杂的，大多数人都是趋利避害的。当你处于高峰时，他们趋之若鹜，因为他们能从你身上获得利益。当你跌入低谷，他们避之唯恐不及，因为他们怕你的不幸会影响到他们。这并不是说这些人就是坏人，这只是人性的本能反应。但正是在这种时候，你才能发现谁是真正值得你珍惜的朋友。那些在你最低谷的时候，仍然愿意倾听你、支持你的人，才是真正的朋友。这样的友谊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欣赏的基础上的，而不是建立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上的。在重塑人际关系的过程中，你需要学会独立，不要过分依赖他人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问题要处理。学会独立，不仅能让你更好地应对低谷期，还能让你在重建关系时处于更加主动的位置。重塑人际关系，也意味着你要重新评估你的社交圈。那些只会消耗你能量的关系，果断地剪断；那些能够给你正能量的关系，要好好珍惜。记住，一个真正的朋友，应该是能够促进你成长的人，而不是拖累你的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可能会感到孤独，但请记住，孤独并不等同于孤单。孤独是一种选择，是你主动筛选关系的结果。这种孤独反而能让你更清晰地认识自己，找到真正的自我。放下执念，拥抱变化。很多人之所以无法走出低谷，是因为他们无法放下过去的执念。他们总是在回顾过去的辉煌，或者纠结于过去的失误。这种思维方式只会让你陷入更深的泥潭。真正的智者永远是向前看的，他们知道过去已经无法改变，唯一能够改变的只有未来。当你学会放下执念，拥抱变化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迈出了
走出低谷的第一步。执念是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大障碍，它可能是对过去成功的留恋，也可能是对过去失败的懊悔。无论是哪种执念，都会让你的目光停留在过去，而忽视了现在和未来。放下执念并不意味着忘记过去，相反，它意味着你要从过去中吸取教训，然后勇敢地面对未来。你需要明白，过去的成功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，过去的失败也不能决定未来的命运。唯一能够决定你未来的，是你现在的选择和行动。拥抱变化，意味着你要有勇气接受新的事物，尝试新的方法。在低谷期，你可能会发现，过去那些曾经行之有效的方法，现在却不再有用。这个时候，你就需要有勇气去尝试新的方法，即使这意味着你可能会失败。记住，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你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。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，它能让你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行不通的，从而为你指明正确的方向。在拥抱变化的过程中，你可能会感到不安和恐惧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改变意味着你要走出舒适区，面对未知的挑战。但正是这种不安和恐惧，才能推动你不断成长。只有当你敢于面对这些不安和恐惧，你才能真正的成长和进步。建立新的行为模式。低谷期给了你一个彻底改变的机会，你过去的行为模式已经证明是无效的。这个时候，你需要建立新的行为模式。这个过程可能会很痛苦，因为它意味着你要打破旧有的舒适区。但只有经历这种痛苦，你才能真正成长。每一个新的行为模式都是你走向成功的基石。建立新的行为模式，首先要从改变你的日常习惯开始。你的每一个习惯都在塑造你的未来。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习惯，累积起来就决定了你的人生轨迹。比如，如果你过去习惯于逃避问题，现在你就需要学会直面问题。如果你过去习惯于抱怨，现在你就需要学会感恩。如果你过去习惯于被动等待机会，现在你就需要学会主动创造机会。建立新的行为模式，也意味着你要重新规划你的时间。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，你如何利用时间，决定了你的未来。在低谷期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。这个时候，你就需要学会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时间。你可以用这些时间来学习新的技能，拓展你的知识面。你可以用这些时间来反思自己，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你也可以用这些时间来锻炼身体，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。记住，如何利用这些时间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。建立新的行为模式，还意味着你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。你需要学会用积极的角度看问题，而不是消极的抱怨。你需要学会对自己和他人宽容，而不是苛刻的要求完美。你需要学会享受过程，而不是只关注结果。这个过程可能会很困难，因为它意味着你要改变根深蒂固的习惯。但请记住，每一个新的行为模式都是你走向成功的基石。只有当你建立了新的更加有效的行为模式，你才能真正的走出低谷，迎接新的人生。培养独立思考能力。在低谷期，最容易被忽视却最为重要的能力，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很多人在遇到困难时，第一反应就是寻求他人的建议和帮助。虽然这没有错，但过度依赖他人的意见，会让你失去自己的判断力。独立思考意味着你要有勇气质疑权威，有能力分析复杂的问题，有智慧做出自己的决定。这种能力不仅能帮你度过低谷期，还能让你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。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，首先要学会提问。对任何事情都要有为什么的好奇心。
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的观点，要学会思考这些观点背后的逻辑。即使是权威的观点，也要有勇气去质疑，因为只有通过质疑，你才能真正理解这些观点，而不是盲目的接受。其次，你要学会从多个角度看问题。任何问题都有多个维度，只有当你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，你才能全面地理解问题的本质，做出更加明智的决定。再次，你要学会分析问题的本质。很多时候，表面上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问题。你需要有能力看穿表象，找到问题的根源。只有解决了根源问题，你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。最后，你要学会做决定。很多人害怕做决定，因为他们害怕承担决定带来的后果。但请记住，不做决定本身就是一种决定，而且往往是最坏的决定。学会做决定，意味着你要有勇气承担责任，有智慧权衡利弊，有决心执行到底。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它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可能会犯错，可能会遇到挫折，但请记住，每一次错误，每一次挫折都是你成长的机会。只有经历了这些，你才能真正培养出独立思考的能力。重新定义成功。在低谷期，你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。社会给我们设定了太多的标准，让我们误以为只有达到这些标准才算是成功。但事实上，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应该是不同的。真正的成功应该是实现自我价值，而不是满足他人的期待。它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而不是一个终点。当你能够按照自己的标准生活，不断地挑战自我，不断地成长，那才是真正的成功。重新定义成功，首先要摒弃社会给你设定的标准。你不需要和别人比较，因为每个人的起点和条件都是不同的。你只需要和昨天的自己比较，如果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更进步了，那就是成功。其次，你要明白，成功不是一个终点，而是一个过程。很多人把成功看作是一个目标，一旦达到了这个目标，就认为自己成功了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成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它是你不断学习、不断成长、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。再次，你要学会欣赏小的进步。成功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它可能是你每天的小进步。比如，你今天比昨天更加自律了，你今天学会了一个新的技能，你今天帮助了一个人，这些都是成功。最后，你要明白，成功的定义是会随着时间和环境而改变的。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你对成功的定义可能会不同，这是正常的。重要的是，你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断地反思和调整你对成功的定义。重新定义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它需要你有勇气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，有智慧认清自己的内心需求。但只有当你真正重新定义了成功，你才能摆脱社会的束缚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拥抱不确定性。在低谷期，最让人感到恐惧的，往往是未来的不确定性。我们习惯了按部就班的生活，突然面对未知的未来，自然会感到恐慌。但事实上，不确定性恰恰是人生最大的魅力所在。拥抱不确定性，意味着你要有勇气面对未知，有智慧在混沌中寻找机会，有韧性在变化中保持自我。这种能力不仅能帮你度过低谷期，还能让你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。首先，你要明白，不确定性并不等同于危险，相反，它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。当你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时候，你就有机会去创造一个全新的未来。这种创造的过程虽然充满挑战，但也充满了激情和乐趣。其次，你要学会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机会。每一次变化都意味着新的机会。
那些能够在变化中看到机会并抓住机会的人，往往能在乱世中崛起。你需要培养敏锐的洞察力，能够在表面的混乱中看到潜在的机会。再次，你要学会在变化中保持自我。面对不确定的未来，很多人会感到迷茫，甚至丧失自我。但真正的强者，能够在任何环境下都保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观。这种坚持不是固执，而是一种内在的力量。它能让你在变化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方向感。最后，你要学会享受不确定性带来的刺激。生活如果总是一成不变，那该有多么无聊。正是因为有了不确定性，我们的人生才变得精彩纷呈。学会享受这种不确定性，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有趣。拥抱不确定性，并不意味着你要完全放弃计划。相反，你需要学会制定灵活的计划。这种计划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及时调整的。你要学会在计划和灵活性之间找到平衡，这样才能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前进的方向。培养韧性。在低谷期，最能体现一个人价值的，不是他的才华，不是他的学历，而是他的韧性。韧性是一个人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，能够坚持不懈，不断调整，最终达成目标的能力。培养韧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它需要长期的锻炼和实践。但一旦你培养了这种能力，你就能在任何环境下都保持前进的动力。首先，你要学会接受失败。失败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。那些真正成功的人，往往经历过无数次失败。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，正是因为他们从每一次失败中吸取教训，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。其次，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在低谷期，很容易被负面情绪所控制。但真正具有韧性的人，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候保持冷静。他们不会被一时的挫折所打倒，而是能够理性地分析问题，寻找解决方案。再次，你要学会寻求支持。韧性不意味着你必须独自面对所有困难。相反，真正有韧性的人，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寻求帮助。他们会建立一个支持网络，在需要的时候寻求意见和支持。最后，你要学会保持希望。希望是韧性的核心。无论情况多么糟糕，只要你还保持希望，你就有可能改变现状。但这种希望不是盲目的乐观，而是建立在对现实清醒认识基础上的积极态度。培养韧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遇到挫折，会感到沮丧。但请记住，正是这些挫折和沮丧，才能真正锻炼你的韧性。每一次你克服困难，你的韧性就会增强一分。重新审视价值观。在低谷期，最容易被忽视却最为重要的是对自己价值观的审视。我们的价值观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世界，如何做出决策。但很多人的价值观其实是被动接受的，而非主动选择的。重新审视价值观，意味着你要有勇气质疑自己长期以来的信念，有智慧分辨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，有决心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。首先，你要问自己，你现在的价值观是从哪里来的？是父母灌输的？是社会影响的？还是你自己思考的结果？很多人的价值观其实是不知不觉中被他人或社会塑造的。但真正成熟的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。其次，你要思考你的价值观是否真的符合你的内心需求。很多人的价值观其实是为了迎合他人或社会的期待，但这种价值观往往会让人感到内心的不安和矛盾。真正的价值观应该是能让你感到内心平静的。再次，你要检视你的价值观是否一致。很多人的价值观其实是矛盾的。比如，
一个人可能同时追求安稳和冒险，追求自由和责任。这种矛盾的价值观往往会导致决策的困难和内心的纷争。你需要找出这些矛盾，并做出取舍。最后，你要有勇气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。重新审视价值观的目的，不是为了炫耀你有多么高尚的理想，而是为了指导你的实际行动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行为与价值观不一致，你就需要有勇气改变自己的行为。重新审视价值观是一个痛苦但必要的过程，它可能会颠覆你过去的很多认知，可能会让你感到迷茫和不安。但只有经历这个过程，你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观，而这种价值观将成为你在低谷期最坚实的精神支柱。培养长期思维。在低谷期，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短视。很多人为了迅速摆脱困境，会做出一些短期有利但长期有害的决定。但真正的智者，永远是用长期的眼光看问题。培养长期思维，意味着你要有能力看到当前决策的长远影响，有耐心等待努力的结果，有智慧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之间做出平衡。首先，你要学会延迟满足，这是长期思维的基础。很多人在低谷期会选择一些能够带来及时满足的行为，比如过度消费、沉迷娱乐等。但这些行为虽然能带来短暂的愉悦，却会影响长期发展。真正具有长期思维的人，能够克制这种及时满足的欲望，为了长远利益而忍受短期的不适。其次，你要学会做长期规划。长期思维不是简单的等待，而是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详细的计划。你需要设定一个长期目标，然后把这个目标分解成一系列短期目标。这样，你每天的行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长期目标而服务的。再次，你要学会持续学习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只有不断学习，才能保持长期的竞争力。你要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，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。这种学习可能在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回报，但从长期来看，它是你最有价值的投资。最后，你要学会建立长期关系。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中，长期稳定的关系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。你要学会维护这些关系，即使在短期内可能看不到直接的回报，因为这些关系可能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最大的帮助。培养长期思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。在这个追求及时满足的社会中，坚持长期思维可能会让你感到孤独和挫折。但请记住，正是这种长期思维，才能让你在低谷期保持方向，最终达到你的目标。建立终身学习的习惯。在低谷期，最容易被人忽视的机会就是学习的机会。很多人在遇到困难时，第一反应是抱怨或逃避。但真正聪明的人，会把这段时间视为难得的学习机会。建立终身学习的习惯，不仅能帮你度过低谷期，还能让你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。因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学习的需求。首先，你要明白，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，更是为了培养思维能力。真正有价值的学习，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，而是学会如何思考，如何解决问题。你要学会质疑、分析、推理，这些能力比单纯的知识储备更有价值。其次，你要学会多元化学习，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，要尝试接触不同的学科。跨学科的学习能让你获得更广阔的视野，培养创新思维。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，其他领域的知识往往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。再次，你要学会实践中学习。知识如果不能应用到实践中，就只是死知识。你要尝试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对知识有更深入的理解，也会发现新的问题和学习方向。
最后，你要学会分享学习，教是最好的学。当你尝试向他人解释你学到的知识时，你会发现自己对这些知识的理解会更加深入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